我们用微信的录音嘛，就是今天怎么用话语去传递比较能够传达情感，这是比较理想的方式。那很长一段时间我先生都做得很好但我有，因为我早上我白天的行程很多的时候，我就会我每次在录音前我有一个打草稿的习惯1、2、3、4、5我要讲这5点，对不对然后我再录出来这样，然后打草稿嘛，就东一张西一张，就是到处乱丢这样我会想说，哎呀，那不行，就开始找一些小笔记本打了，很快又打满了一本一本。后来有一次我在想，哎呀，结婚纪念日或者生日给他准备什么礼物呢？还有我就那天灵光一现既然我都要打这个草稿，我为什么不找一个漂漂亮亮的皮质的笔记本呢？把它都打在里面，对不对？把你1年的你的优点都写得好好的，把你送给你当礼物，我也不用另外准备礼物，这多诚心啊，对不对？礼物就在平时准备。哎呀，我觉得这个主意真的太好了，对吧？买了一本很好的，哎呀，外面是生命树的皮质笔记本，意大利进口的，挺贵20几块加币那时候就开始打草稿那本好像花了我6、7个月写完那一本有了第一本就会有第二本，对不对？然后呢，最后我写了几本，你知道吗？我写了13本，一天一面，反过来第二面，我写了13本，那大概有4、5年的时间那这个草稿这个根基就打得很扎实我觉得神怎么带领我去坚持这个操练呢？我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我看见一件事情，一开始当然会觉得说，因为我想要，所以你要给我，那我总得要带动一下嘛，所以我以身作则，我先做一开始是这样没有错，但后来在操练的过程当中，我看见我做这件事情的挑战跟难度在哪，我看见我在原生家庭成长上来的过程当中，我太容易累积对男人的不信任跟对婚姻的不信任我的确在原生家庭上有那个 default， 就是出厂设定，就是有那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所以我比别人要凝聚，就是对男人的不信任的强度跟频率比别人要快跟高一下子我就你一定有问题，都是你不对很容易所以我自己要面对这个部分，这是神对我的操练跟功课，所以我看见神透过我这个每天的操练，看起来是给他存款，其实是在操练我要聚焦在我丈夫的优点上，在我的盲点上，我的盲点就是我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我太容易聚焦那些他没做到、没做好，然后呢，其实是反映了我过去的对婚姻的、对父母的经历，其实那不是真正的看见，所以神帮助我去拨开我的盲点，然后透过每天的这个操练，所以我看见这个操练对我的重要性。我先生其实是好先生，但是如果按照我以前那个思维模式，好先生都会被我蹉跎成坏先生，对不对？我眼睛只看到他的坏，我就专注他的坏，他做对不好的地方，我就特别放大。那他好先生也不好了，对吧？那我先生更不可能被我所鼓励到，对吧？因为我看不到好优点嘛。所以意识到这件事情以后，我觉得对于我去坚持存款这件事情就有了很大的动力因为我做这个是为了不但是为了保养婚姻，也是操练我自己那如果我都可以在我先生身上做到，对不对？那是多大的突破那是 rewrite， 就是说重新改写我的生命的轨迹的一个，所以我觉得我在看就这个是在洗刷 DNA 的一个操练所以我因为这样我才认认真真写了13本为了我先生本人我估计是做不到我是看见这对我自己的好处，对我婚姻的好处，甚至有可能对我未来后代的好处，对吧？所以我愿意做，也坚持做。我发现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好处，什么时候看出那个优点跟好处出来了？就是第一点就是说，当我看见我先生，你知道一页很长一页每一本都是 B5， 每一本都是 B5， 你要把1 B5 给写满，那要写至少7、8点对不对？
然后一个礼拜每一天7、8点，一个礼拜就5、60点，然后周末的时候5、60点里面又选出 top 5，对不对？老公，我那时候有学会说，我要教老公怎么爱我，我要告诉老公说他做的哪些真的是最棒，就是我最欣赏。那还有分顺序的，你知道吧？分优先次序的。然后我又把这7、80点里面挑出 top 5，就是老公最感动我的前5点。然后第1点是什么？第2点是什么？还要你周末的时候来排行，你知道吗？然后一点点告诉他说，你做这一点很让我感动，因为什么要告诉他？你知道我们这样做，所以为什么还会写到13本呢？因为1到5，然后六日呢还总结呢，所以就周保养的笔记都在上面，所以就很扎实啊。你老是抱怨老公不好，为什么你的老公就是比我老公好啊？一定因为他是牧师。我说你少来，哪一个太太跟我讲，你看我给他看我的13本哈，你要是能够看见你的老公优点可以写到13本，我保证你的婚姻一定很好，我保证你一定会建造出很好的老公啊！所以你没有做到这个程度的基本功，你不要来跟我讲你的婚姻有多糟，你嫁的老公有多差啊！这我不信哈，你是做好自己的份儿再说。我认为是这样，这样子扎实存款下来的好处是什么？哈，第一点就像我老公说的，我的饭量比较大，我容易肚子饿哈，有时候听1遍不够，知道吧？要多听好几遍，那怎么办？没关系，它是录音档哈，所以我可以多播几次，每一个，哎呀，按1遍，对不对？再按1遍哈。有时候今天吃的比较饱哈，那还可以带便当，知道吧？明天心情不好的时候，把过去1个礼拜了全部都听过1遍啊，多听几遍啊，所以这个是优点哈，对于这个饭量大的人有特别的优势。第2点就是特别在我们彼此有旅行或一方回国一方出国，或者不在本地的时候，出差的时候，探亲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不同的时区里面，对不对？没有关系，因为他本来就有他每天都要录音的时间，对不对？或者早上起来，他就算时区乱掉也无所谓，打开微信啊，爱的便当、爱的饭盒就在手机里，定时定量的饮用哈，非常的这个不用暴饮暴食，也不用饿得要命哈，就是稳定到达哈。所以尤其在出国的时候，两人不在同一个时区，婚姻关系的经营就比平时更挑战。好，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养成这个习惯，所以就显得特别显出优势来。我认为太好了，刚才师母讲的这一些哈，我觉得说这个微信啊，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多人用它们来就是作为一个刷手机，甚至就是捆绑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越来越不好的东西了啊。很多人都说你一天到晚就是在刷微信，就是在看朋友圈，然后都是一些什么浪费时间的一些小视频啊等等哈，一看几个小时都没有了，正经事儿呢没干一件。那刚才师母和牧师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来使用微信的一个真正让这个科技啊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好处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好好的使用它，就像一个2刃剑一样哈，我们怎么样来使用好了，它能帮助我们促进我们的生活，使用不好呢可能就害了我们。所以其实刚才师母特别讲到就是这种录音留言然后还可以跨时区跨地区同样呢就是可以说我今天没听够我回头我再听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窍门来教给大家怎么样经营我们的婚姻生活哈。那其实我还是想说大概我们知道了，但是究竟你们2个人怎么做的，能不能给我们点具体例子？就拿你师母刚才讲过，也是牧师讲过吧，250条，或者说不用这么说，一天我们写1篇，那无非我天天我的老公也没有换呢，他天天就是这点好啊，对不对？那他早上起来很好，这个早起是吧？晚上按时早睡，这个我也可以看作优点。但是我天天写
老公你昨天真好，你早上早起了给我做早餐。可能你老公天天给你做早餐，你是不是天天都写这一条呢？或者说晚上早睡，那不就是重复吗？那是不是会流于形式呢？到后来老公也会觉得很单调吗？我就是这样啦，你说这些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新奇感了等等。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大挑战呢。刚才师母讲他能够写13本，我真的佩服五体投地啊！我都不知道你这哪编出来13本啊！真的是你的老公的优点太多了，我们觉得回头想想怎么也想不出那么多250条优点来，所以希望这个师母和牧师哈，我们有机会再继续往下聊一聊，就是具体你们俩怎么操作的，我真的是特别想知道，我相信听众朋友也特别想知道，好吗？